大家好，今天我们就针对我们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节目，我们谈谈看这个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区块链来做背书呢？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是提到说，他要做一个打击美元霸权的一个突破口。那第二个，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块链跟数字货币、虚拟货币这一块呢，其实在这几年呢是如火如荼哈。他们有所谓的币圈跟链圈，那他们也发行非常多的这个虚拟货币。那目前的这个虚拟货币呢，在市场上交易的呢，已经上千种之多。那在今年的时候呢，其实中国的这个人行呢，它已经限制这个所谓的 ICO 的这个发行，也就是虚拟货币的初次发行。那我们知道中国大妈非常喜欢炒作这个新鲜的东西哦，比如说之前炒作黄金，那接下来炒作这个虚拟货币，所以让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 ICO 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蓬勃的发展。那很多的这个中国大妈呢，也把手上的资金呢去炒作这个虚拟货币，也造成这个很多人呢身价呢翻了好几番。但是这个虚拟货币呢，事实上呢，它并不是一个货币啊。就算是最有名的比特币呢，它也不是一个货币，因为我们知道货币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交易的功能。但是比特币呢，在目前来看呢，是完全没有这个货币的这个功能。我们充其量呢，只能说比特币它是一个商品，它是一个商品，但这个商品是很奇怪的一个商品哦。比如说我们交易黄金，黄金是因为它有它的实质价值；我们交易股票，是因为股票呢，它所背后的是这家公司的价值。所以呢，这个比特币呢，对我们交易者来说呢，它只是一个炒作的标的。那它所代表的东西呢，对交易来说呢，他并不了解它的背后的所代表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它又是一个炒作的标的，所以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比特币呢，非常的充满了希望。那中国大陆有一个经济学者呢，叫郎咸平。那郎咸平呢，是标准的比特币的大空头。他认为比特币呢是有价格，但是没有价值，是有价格，但是没有价值哈。那他也认为说，这个比特币呢，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炒作的标的。那中国大陆当然很多人对这个郎教授呢有持不同的看法。那郎咸平教授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币圈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非常的看衰这个比特币。那我们看比特币跟其他的商品有什么不一样啊？比特币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一个区块链，但是我们去炒作去交易它的时候呢，事实上它所对应出来的东西呢，只能说它是一个稀少性的东西，但是你并不知道说它的功用在什么地方哈。经过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呢，把这个区块链的这个事情呢拿出来讲之后呢，这个比特币的正反两方呢，在中国大陆又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热议。上期节目讲到说，其实中国大陆这时候在如火如荼的推出这个由国家领导人在讲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那我们上期节目也提到说，其实是为了打击美元的霸权。而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央行它可能即将在年底的时候呢，推出了所谓的数字货币，就是 DCEP， 所以它是一个由中国央行所发行的一个数字货币。那这个跟区块链是完全没有关系哈，因为它只是把这个纸钞呢，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那这个 DCEP 呢，有几个优势。美国对美元具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控制力哦，比如说我们在汇款的时候有所谓的这个通讯协定 SWIFT。那 SWIFT 它当初是在1973年的时候所成立的。那它的总部呢设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我们看这个 SWIFT， 它在1973年成立的时候，刚好呼应在我们上集节目有提到说，在1971年的时候呢，尼克森让这个美元呢跟黄金脱钩，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可以随时印大量的这个美元。那这个时候呢，所以在1973年的时候呢，这个 SWIFT 就应运而生，因为这个汇款。就是我们讲说，你在汇款的时候呢，每个银行都有一个 SWIFT code， 那你有这个 SWIFT code呢，你才能够去做汇款。那这个汇款，因为利用这个 SWIFT 这个汇款呢，这个美国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汇款哦。比如说他对哪个国家不爽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SWIFT把它关掉哦。比如说之前对伊朗，可能对北韩
对于这方面呢，它都可以把它关掉。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美元这个汇款呢，如果透过这个 SWIFT 这种东西去汇款呢，不仅它成本高，而且它的时效非常慢。比如说你汇到一个国家去，也许要3-5天呢，你才能够收到汇款。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呢推出这个央行所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也就是 DCEP。那 DCEP 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是它纯粹是无限法偿，也就是它是中国政府所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那这个货币呢等同于现在的这个现钞。那它的营运方式呢，其实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现在通行的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把纸的东西变成一个数字的东西。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美国它对这个各国家的网络呢，它也有极大的控制力，所以当它要关掉哪一国家的网络的时候呢，它随时可以把它关掉。所以如果说你的汇款、你的支付需要利用到网络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网络突然断掉，那你这个汇款跟支付呢，就完全断了这个讯号。所以中国大陆他们推出这个 DCEP 这个数字货币呢，它一个很强的功能是，它不需要网络啊，它只要2只手机碰一下，你的汇款就出去了。那 DCEP 在这时候推出来呢，当然第一个它可以打击美元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元跨境汇款呢需要非常耗时，而且需要这个 SWIFT 才可以控制。那如果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 DCEP 如果发展成熟的时候呢，它在国际间采用区块链的技术，那等国内的这个使用形成之后呢，它再利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关系呢，把这个推广出去。比如说我们讲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个在中国大陆境内呢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支付宝可能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数种币别呢都可以使用这个支付宝。那所以当这个 DCEP 如果推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个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呢统一纳入这个 DCEP 支付里面呢，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数字货币 DCEP 呢就可能可以独霸全球。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说，我们看看这个脸书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Libra 这个货币，跟中国央行它所提出来这个 DCEP 差别在什么地方哈？那我们看 DCEP 呢，它是纯粹用中国政府的信用呢所推出的一种电子货币，但是 Libra 呢，脸书呢，它是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货币呢，去提供它的准备，也就是说，发行一块这个 Libra 币呢，后面可能有美元、英镑或者是欧元呢，去支撑这个 Libra 币。可是因为这个 Libra 呢，它在美国国会呢一直被打枪。也就是国会议员呢一直不相信，而且呢非常反对这个 Libra 发行，因为他认为说这个 Libra 这个脸币的发行呢会挑战美元的地位，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犯罪的问题，这个隐私的问题，再加上这个 Libra 呢，如果说你要推行在世界各地的话呢，你又必须要让各国的政府呢去接受这个 Libra， 就当初像 Uber 在推行的时候呢，你去挑战各国这个法律。所以 Libra 如果说它发行之后呢，也许在2020年美国国会同意之后呢，它就发行这个 Libra 币。但是这个 Libra 币，我现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它必须要经过各国政府的同意，它才有办法通行。可是这个中国大陆所推出的 DCEP 这个数字货币呢，因为它是以中国政府的这个信用呢来担保来做发行这个货币，所以它等同于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信用。再加上因为中国境内它使用电子支付呢已经非常的普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如果中国政府把微信支付跟支付宝合并为一，变成一个中国的 DCEP 的电子支付的话，我相信这个影响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你的人民币在中国大陆你可能出不来，但是等这个 DCEP 它这个电子货币它成型发行之后呢，其实就没有什么出不来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它在最近这个挑战美元的这个态势非常的强烈，所以如果说这个 DCEP 如果可以成立的话，可以成功的话，对于这个美元呢，它打击就非常的大。好，比如说我们在做跨境支付的时候，在国与国之间，它是以区块链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他就没有所谓的手续的问题，而且非常容易的把这个钱呢弄到对方去哈，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美元非常害怕的地方。所以脸书的CEO Zuckerberg 他在那个国会听证会的时候，其实提到我们上一集节目也有提到说，如果这个时候国会不让脸书发行这个 Libra 脸币的话呢，其实国际金融主导的地位呢，即将拱手让给中国大陆。所以这也是我们这2集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中国大陆它目前呢非常有机会，人民币电子货币非常有机会呢成为这个世纪跟下一世纪国际通用的货币，国际清算的货币。虽然说美元它的根深蒂固，但是美元交易呢有受到美元控制性，它的不方便性，而且呢美元因为大量的印钞，所以它所对应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美元的价值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当万一美国国力衰退的时候呢，这个美元的价值呢就会大幅的衰减。但是以数字货币来看呢，因为它等同于人民币，而且呢它在国际支付上呢它非常的方便。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功的话，我相信未来呢这个人民币的 DCEP 将取代美国成为这个世纪跟下一世纪最通用、最普及的一个货币。那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它所推行的这个状况而定。再加上中国大陆它非常有企图心，因为这个DCEP 从2014年呢已经开始研究到现在，所以它的时间已经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距离。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东西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受美元的钳制已经太久了。如果这一次能够成功的话，即将会有翻天地覆的改变。谢谢大家今天欣赏，谢谢。